能够使用网络上网看看影片、打打游戏，还能点个外送解馋的你，生活品质相对于世界上的很多人已经是非常幸福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大城市都有很多贫民窟坐落在其中，可能只距离几个街区就是大楼林立的金融区，再转个弯又是大型购物中心。贫民区的存在与繁华的都市相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今天要介绍的是菲律宾的贫民区，在繁华的表面下存在的贫穷问题以及生活的一面。菲律宾是一个零碎的岛国，拥有非常多天然观光资源，因此也成为许多观光客旅游的选择。但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注意过，菲律宾在这些美丽的海洋资源以及满满精品专柜进驻的购物中心之外，其实藏着许多贫穷问题。频道主本人在菲律宾待过几年，有次吃饭，服务生送错菜，他当场声泪俱下，因为他得赔那道菜的钱，虽只有大约400台币，但却是他好几天的薪水，所以最后我们还是点了那道菜。也曾在路上看过贫民区过了一座天桥，对面就是当地著名的 SM 大型购物中心，贫富发展不均由此可见。回到今天的主题，一个充满泥泞和脏水、成堆腐败的垃圾、群魔乱舞的苍蝇、蟑螂及老鼠，你绝对不敢想象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天是什么感觉。而在菲律宾的汤都区，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贫民区，有至少几十万以上的人口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一辈子，甚至好几个世代。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不鼓励堕胎及避孕，因此就算是生活在贫民区，生育率一样是居高不下，还有很多10几岁就怀孕的年轻妈妈。此地的人口问题当前并无有效的解决方式，食物问题会更加恶化，且在整个马尼拉都会区几乎有超过20%的人在忍受饥饿。于是当地出现了一种叫做 pukpak 的食物，是这里流行的一种美食，取自于垃圾堆以及厨余。当地人从一大早就会去回收餐厅的厨余，或是在垃圾场从刚运送来的垃圾中搜集从一些没吃完的肉类食品。菲律宾人很爱吃炸鸡，因此会有很多鸡骨头带有没啃干净的肉，在这些拾荒的工作者眼中都是珍宝。这些东西可能沾满其他人的口水，也可能已经被苍蝇吃过一轮。捡拾 pukpak 的人也会用自己的舌头亲自检查食物是否已经变质。pukpak 有些可以捡起后立即食用，也可以直接出售给人自行料理，或是自行烹煮加工后再贩卖。而这些 pukpak 通常也只经过清水冲洗和高温烹煮，加上大量重口味的调味料掩盖，就可以吃了。pukpak 在这个地方卖得很好，因此很多人投入了生产及贩售的工作，甚至在当地就可以借此养活一个家庭。在积累深厚的泥巴地中寻找垃圾中的黄金，捡拾 pukpak 可以说是汤都区的一门淘金产业。而充满苍蝇的工作环境，他们也早就习以为常。我们平常遇到苍蝇停在身上就会觉得无比厌烦，他们要面对的可能是上千上万只的苍蝇，但他们别无选择。贫民区的人因为教育水平不高，难以在外就业，恶性循环下，他们世世代代很可能就一直被困在贫民区内。能够帮助他们的只有一些慈善机构以及政府。食用 pukpak 会给健康带来巨大隐忧，虽然很多人吃了好几年还是头好壮壮，但其中的 A 型肝炎与腹泻等疾病问题依然可能危及生命。虽然吃的人都知道这些问题，但在饥饿面前还能顾上这些吗？而政府也是在近年疫情期间才开始整治这个地区的公共设施、河道及建筑。政府也明白这群人不可能赶走，也不可能拆除他们的家园，那不如改善居住品质，但等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非常多。在菲律宾马尼拉北部公墓存在一片另类住宅区，这里安放着许多长眠的死者，却也有成千上万的活人在地面生活。这里的房屋由木头和铁皮紧邻着搭建在墓位上方，孩子们在腐臭味、尘土和无数的死者之间玩耍。平民为了生存下去，究竟能做出多少牺牲呢？大约从60年前开始，马尼拉北部公墓逐渐聚居了不少无家可归的人。人们早年迁往马尼拉地区寻觅新的生活，因为没有保障收入和生计，人们开始住起了贫民区，以求最低限度的生活居所。随着移入的人口越来越多，许多人开始往墓园这样的公共设施建起了新的家园，与死者抢地盘。你问，难道他们都不会怕鬼吗？在穷到无计可施的时候，穷比鬼更可怕。在这里，棺材就像是他们的家具一样，大人小孩都习惯了与棺材共枕眠。据估计，
这里至少住了1万人以上，电力设施都是由居民自行私接的，家庭电器也是拾荒而来。每周未经授权的电源连接都会被电力公司切断，但居民会找到再次连接上电源的方法。而水源则是每天到附近的公共水井排队装来的。多年来，居民曾多次要求政府为他们兴建学校、洗手间和教堂等，但都未获理会。这里的居民很多人是在墓园工作，他们会为墓碑刻字、擦拭坟墓，甚至清理尸骨。国外某节目采访了当地的墓葬工作者，回想第一次挖墓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恶心，但为了家里的生计，还是得要硬着头皮做下去。他挖过自己的家人及朋友，但他已经觉得这些没有什么，生与死对这里的人来说没有太大差别。埋在这边的都是相对贫穷、无法支付墓葬费用的人们，尽管是5年到期就可能被清掉家人的尸骨，这样的墓位却还是供不应求。小孩在这里没有压岁钱，而是小小年纪就要打零工上交给父母，他们一样需要做墓葬工作，但是相对简单，就是清理坟墓、擦拭一下。这里的孩子没有上学的机会，他们被迫只能从墓碑上或是一些废弃垃圾上学习文字。这里每天有几十宗的葬礼，对此类服务的需求其实不小。因为墓地空间有限，坟墓的租约期通常为5年，如果死者亲属停止付钱，公墓管理者会在宽限期结束后将遗骸挖出，并用简单的袋子装着，放在一旁等待家属来认领。而空下来的墓位会紧接着存放下一位亡者。这边经常可以看到装有尸骨的袋子被遗弃，没有家属认领，甚至小屁孩就直接拿死者的骨头来玩耍。在这边生活的人们早已忘却亡魂的恐怖，毕竟活着已经够辛苦了，哪里还有办法顾及死者？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都没有一个能够安居的地方。这就是马尼拉正在发生的一个社会现象，而且还日渐恶化。这里很多孩子是在棺材上出生的，一辈子都在这里生活，本应是最为恐怖的夜晚，但这里是越夜越美丽。男人们吆喝着在斗鸡，女人们在高歌一曲，还有许多人跳舞助兴，把这里变成真正的夜总会。究竟这里是死者的安息地，还是生者的桃花源呢？这里仅是菲律宾的其中一小处贫民区，政府的束手无策，以及无法再等的人口暴增问题，未来与他们相同处境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看完以上影片，生活在舒适环境的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你口袋里的一把零钱，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好几天的花费了。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有关菲律宾贫民区的背后故事。喜欢这类型题材，欢迎留言让我知道。可以的话，帮我点点赞，订阅一下吧，感谢各位。